我在奈何桥边熬了500年孟婆汤，500年来10几万黄魂喝过我的汤，忘却前尘，走入轮回。直到这一天，野鬼就该有野鬼的命，没有香火，没有后台，你们也配投胎？全地府都知道我对幽魂草过敏，是谁允许你在这熬汤的？我娘是孟婆，整个地府都得给我娘面子。她不知道，她引以为傲的娘亲，不过是500年前被我亲手逐出神位的一名侍女。汤没了，我们还怎么过桥？野鬼岭几十万亡魂都在等着一锅汤投胎，你准备怎么赔？赔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上任孟婆在人间历练时亲自诞下的女儿，天生灵体，功德加身。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贱婢，用下作手段顶替我娘亲的位置，也敢向我索赔？你娘已经不是孟婆。放肆！鬼差何在？立刻把她丢进18层炼狱！桑小姐，又是哪个不长眼的亡魂惹您生气啦？就是这个新来的贱婢，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买通地府官差，顶替我娘亲熬制孟婆汤。她还在汤里故意放入幽灵草，想害死我。幽灵草是孟婆汤的主药，奈何桥边每一个鬼差都该知道。桑小姐乃孟婆之后，你冒犯她，便是冒犯地府神职。跟我们走一趟。怎么可能？附魂锁为何对你无效？他既然有本事顶替我娘，说不定早就爬上了哪个官差的床，身上沾了几分阴德庇护，附魂锁自然伤不了。喝孟婆汤，真是没见识。桑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该死的贱人！你竟敢打我！你不想活了吗？你待如何？你以为会一点术法就能在地府横着走？我现在便让你知道，这里究竟是谁说了算！裴叔叔，你可算来了！谁伤了你？就是他，他冒充我娘，在野鬼岭熬孟婆汤。我揭穿他以后，他还想杀我。原来是他，当年三跪九爱求我收留的看门童主。我见他心计尚可，亲手传授法门，提拔他做了判官。如今看来，他与桑婉堂之间果然关系匪浅。大胆见鬼！谁让你在此熬制孟婆汤的？竟敢公然违反地府法则，私自为这些贱魂熬汤，送他们轮回！无债、无罪、无恶业者，本就有资格进入轮回，这是地府出力时便定下的天规。哼，一派胡言！这些都是无主孤魂，无香火供奉，无族谱名籍，连功德簿上都查不到来历，凭什么与有功有位之人争夺轮回巨额？功德可以查，因果可以审，何时需要用香火和出身决定轮回？这条规矩是我娘定下的，王公贵族、香火旺盛之人先投胎，普通平民排在后面。至于这些没有人供奉的野鬼，一根香火都拿不出来，就该永远留在这里。我亲手调教出的官差，本以为能替我管理好鬼界，现在看来，我错得离谱。怎么不说话了？现在知道怕了？我也不是不讲情面，只要你跪下来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自己跳进炼狱受罚，我便让裴叔叔放你一马。姑娘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他们官官相护，你帮不了我们的。多嘴！行，使我这一招！怎么可能？一定是他手中的玉如意。他一个普通贱鬼，怎么可能拥有这种法器？裴叔叔，我记得娘亲以前经常把弄一柄如意，和这一柄一模一样。你没有记错，
是的，裴叔叔。那这就好办了。冒充阴官盗取法器，你罪不可恕。好个窃贼！速速将我娘亲法宝还回来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向我磕头道歉，再把偷走的法宝还回来，我便让裴叔叔饶你一命。这柄如意是我亲自前往南海取玄晶磨练9981日而成，何时成了桑婉堂的东西？地府竟乱成了这副模样，你们还真是会管理。大胆贱民！吾乃阴司判官，掌地府审判，定亡魂去留。你冒犯孟婆之女，又偷盗孟婆法宝，罪不可赦。众鬼差听令，将他拿下。好，我也想看看你们究竟还做过多少这种事。带走。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最后还不是落在我手里。看什么看？等到了阎罗殿，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走吧，绮罗，押他去阎罗殿领罚。姐姐，汤还会有，轮回路也不会断。桑小姐，判官大人，什么风把二位吹来了？十殿阎罗都在何处？诸位大人前往瑶池赴宴，今日恐怕不会回来。二位若有要事，吩咐我们办理便是。这个贱人冒犯了我，给他写一张罪过文书，送进18层炼狱。桑小姐，18层炼狱并非普通牢狱，必须查验亡魂生平与罪业，还要有阎罗大人的派令。我让你写，你便写。这，小官不敢啊！哼，哪来那么多啰嗦？找打！我不在，你们都这么放肆了吗？终于舍得现身了。不知孟婆驾到，是我等失礼。娘亲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就是那个贱人，他冒充你在野鬼岭熬汤，还差点把女儿打死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孟婆大人，此人尚未经过审判，直接投入炼狱，恐怕不合规矩。不过是一个卑微亡魂，我女儿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，轮得到你们多嘴？可若阎罗大人日后追查，一群没眼色的东西，当真以为十殿阎罗会为了一个野鬼责怪我？诸位，我抓到一只欺上瞒下、冒充神职的野鬼，此鬼还偷盗法宝，打伤我女儿。既是孟婆亲自查明，便照你的意思处置。些许小事，何必特意打扰我等宴饮？判官与孟婆自行决定便是。听见了吗？十殿阎罗都站在我娘这边。你们不是第一次这样做吧？只要看不顺眼，便不查生平，不审因果，直接把亡魂送进炼狱，无论他生前是善是恶。哼，是又如何？十殿阎罗是我的故交，判官是我的知己，这地府与我的后花园有何分别？别说把你送入炼狱，便是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子，要怪就怪你生来低微。十殿阎罗听令，1刻钟内全部回到阎罗殿。你疯了吧？真以为拿着一件偷来的法宝，便能像我娘一样召回阎罗？
1刻钟，迟到一息，便多查你一桩罪。不过是个低贱亡魂，何须我等亲自回去？这道传诏不是3碗汤发的。诸位不必紧张，不过是个会些旁门术法的野鬼。我下凡这些年，多亏诸位替我照顾绮罗，等处理了他，咱们正好再聚。阎罗叔叔们，这个贱鬼冒充娘亲熬汤，还偷走娘亲法宝，差点打死我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终于肯回来了。你为何能越过地府法阵，直接传音至9重天？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何事？下这道命令之前，你们可曾查过我的生平因果和罪业？孟婆与判官都说你有罪，本王掌管轮回事务繁多，哪有功夫逐一核查？哼！好一个事务繁多！既然如此劳累，这转轮王的位置，你便让出来吧。见过疯子，没见过这么不知死活的疯子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尊卑的东西丢进油锅！我的手！阎罗大人救命！无用之辈！回来！不可能，本王的本命令箭为何会亲近你？老朋友，许久不见。不过是懂些控制法器的旁门手段，诸位大人不要被他骗了。区区玉器之术，也敢在我等面前放肆？闹够了没有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你们曾经的主人。尊神，您不是在昆仑虚闭关吗？属下不知是尊神化身，求尊神恕罪。娘亲，你们在怕什么？他不过是个……别说了，求你别再说了。给你们2个选择：自行卸去神格与修为，滚出地府，或者由我亲自动手。尊神，我等确有疏忽，可远远不到废除神格的地步。我等侍奉地府万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时间的确能改变很多东西，我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受我托付神位的人，竟也敢拿旧日情分同法度讨价还价。你们觉得自己不过错判了几个亡魂，今日便让他们亲口告诉你们。尊神，小人生前从未作恶，只因在轮回队伍里不慎碰到桑小姐，便被判官写成以下犯上，在炼狱受刑整整300年。你可认得他？碰过我的贱民那么多，我哪里记得清？谁让他得罪我？一群低贱蝼蚁，死了也是活该。桑小姐，莫要在尊神面前胡言。我说错了吗？我天生灵体，生来尊贵，他们拿什么与我比？娘，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这群贱民打我！住口！尊神，都是我教女无方，绮罗年幼无知，才会犯下这些错。他口中的一句年幼无知，是你们300年的刀山火海。欠债还钱，施虐偿苦，桑绮罗以权压人，残害无辜，便让他把受害亡魂遭受过的刑罚一一尝遍。350年，是他亲手施加于他人的刑苦总数。此判只针对已经核实的直接罪行，其余罪责留待3界公审。尊神，求您看在我侍奉多年的份上，留绮罗一条命。我只让他入炼狱赎罪，并未说要杀他。可既然是地仙之体，仍有肉身，他承受不住18层炼狱的酷刑。原来如此，现在便承受得住了。不要，娘亲救我！刑期350年，一日不多，一日不少。
如此狠毒，也配做三界尊神？你纵女行凶，篡改轮回，裴玄策徇私枉法，十殿阎罗不审不查，在最终清算之前，先封尔等神力，停去神职。从此刻起，你们无权再批一份慢令，无权再动一个亡魂。林昭，当年我们三人约定分斩三界，互不越权。你今日废除地府众神，是否做得太过了？二位尊神，求你们为地府旧臣做主。这些都是你亲手册封的地府正神，他们即便有过，也不该不经公审便废修为夺神职。听说你还将一个地仙抽离肉身，送入18层炼狱350年，此举未免太过酷烈。尊神，我已经被罚下凡历练500年，如今不过想护住唯一的女儿，林昭却不问缘由，毁我修为，还要把地府旧臣全部赶尽杀绝。我等侍奉地府万年，从未生过二心，也罪不至此。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，恢复他们的修为，暂时放出桑奇罗，待查清罪责，再做定夺。我没有取他们性命，已经是法外留情。林昭，你若执意以一人之意定众神生死，与暴君合力。暴君，好，那便把你们口中的忠臣一个个审清楚。我自地府初见便侍奉林昭，掌管奈何桥数万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可他闭关万年归来，性情大变，动辄废人修为。地府每日亡魂无数，事务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。我等纵有疏漏，也是分身乏术。万年来旧制虽有瑕疵，轮回却从未停转。尊神只因与桑小姐发生冲突，便要挖断整个地府根基，我等不服。语言会撒谎，时光不会。此镜能回溯因果，我究竟是不是挟私报复？桑婉堂是不是忠良？一看便知。不可！水晶是林昭的本命法宝，他法力通天，想在镜中捏造一些形象，易如反掌。我侍奉他近万年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手段。既是你的本命法宝，由你施展，确实难成公允。那你们想如何审？既涉及尊神之位，便启动上古最高裁决——三界公审。三界公审，三界公审裁决神明之罪，一旦开启，再无回头之路。败诉者神格破碎，所有证词、因果与法宝都会被公审天平自行核验。林昭，你可敢应下？好，我接受公审。等等，你还想反悔？公审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他分明是在拖延。若公审证明我无罪，今日所有原告，包括桑婉婷、裴玄策、十殿阎罗，也包括你们二位，若被证明偏袒罪恶，同样接受公审追责。不得反悔，不得以身份压法，更不得再以旧情求情。本尊应你。三界为证，三界公审即刻开始。原告桑婉堂上前陈述。尊神，林昭，我从地府初见便跟随你，数万年来掌管奈何桥，兢兢业业，不敢懈怠。我的女儿绮罗虽性情骄纵，却从未存心害人。她只是在野鬼里与你化身的孟婆发生一点误会，你便废去我的修为，将她投入炼狱，甚至连十殿阎罗和判官也要一并清除。这不是清理地府，是铲除异己。地府每日涌入亿万亡魂，审判繁杂，偶有错漏在所难免。我们纵有过失，也不代表万年治理一无是处。请三界公审明断。陈述完了，
那便看第一桩偶有错漏。杀孽过重，怨气缠身，判为恶鬼，入无间炼狱，不得超生。下官一生所杀，皆是犯境敌军，所守城池有10万百姓。本官只看杀术，不听狡辩。如此护国之气，在人界足以丰盛，你却将他判成恶鬼。当时他的杀业确实极重。战场止戈之杀与恃强凌弱之杀，在你的判官笔下，竟没有区别。这便是你口中的一次疏漏。地府案卷堆积如山，下官不可能逐一查清每一场战争。你不是查不清，是根本没有查。顾长庚满门战死，没有后人替他持续供奉，所以在你眼中，百姓送来的功德不算功德，只有王族与世家递来的香火才值得你提笔复核。末将曾向十殿阎罗申诉9次，9次皆石沉大海。本王从未见过这些卷宗。你当然没见过。不过几个无主亡魂，等宴席结束再说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分身法术。地府每日都有人喊冤，每日，若每个都听，我们还要不要修行？身居神位，享受3界供奉，却嫌众生哭声打扰宴宴，你们也配谈苦劳？尊神，我等只是一时懈怠。玩忽职守已经足够剥去你们的神位，但与你们接下来要面对的罪相比起来，甚至算不上什么。这是地府万年以来所有功德香火与贡品的收支总账。既然你们总说事务繁忙，不妨看看这些供养地府运闪的功德究竟都去了哪里。渎职之外，你们竟还敢侵吞公库！二位尊身明鉴，府库一直由十殿阎罗管理，我只是偶尔接受他们的赠礼。闭嘴！你当年被我革去孟婆神位，真是因为一次无心之失吗？有身份的人本就该比无名之辈先走。500年凡尘没有磨去你的傲慢，反而让你学会了如何把贪欲包装成规矩。都是假的，你恨我，你嫉恨绮罗冒犯你，所以才编造这些罪名。贱骨头也配走在本小姐前面？做得好，这种不知尊卑的东西，就该给他一点教训。冒犯孟婆之女，以下犯上，拖入大牢。他一直哭，吵得我心烦。风去声音，永生不得开口。不过一个凡魂，怎能因为他否定我数万年的功劳？一个凡魂在你眼里便不算命吗？你也配与我争？我女儿做得对，区区凡魂也敢抢她的风头。
命比纸薄，死不足惜。有其母，才有其女。桑奇罗的残忍只是刀刃，你一次次纵容，一次次替他颠倒黑白，才是把刀磨砺、淬毒的人。你最大的恶，不是做错某一件事，而是从根本上相信生命生来便有贵贱。而你本该是地府法度的执行者，却把判官笔变成讨好权贵的工具。尊神，下官只是念及旧情，一句旧情，便能压过100条无辜性命。受害者的申诉被你写成冒犯权贵，桑婉堂母女的私欲被你写成地府法度，但一个判官还遮不住整个地府的天，真正给他们撑起这片天的是你们。我等只是没有及时发现。不，你们不是失察，你们是默许。桑婉堂制造贵贱之分，裴玄都替他粉饰法条，你们则用神位于权力，让所有申诉无处可去。思想上的特权，司法上的便利，再到最高权力的纵容，这不是几桩孤立的错案，是一套从上到下已经与地府血肉相连的腐败体系。面对这样一张网，我若不用雷霆手段连根拔起，难道要等它吞掉轮回根基？灵昭无罪。此事是我偏听偏信，我只看到你手段严厉，却没有看见地府根基已腐蚀至此。身为尊神，我险些成了庇护罪恶的帮凶。我自诩嫉恶如仇，今日却被一群蛀虫当成了刀。你这不是滥杀，是刮骨疗毒。换作是我，恐怕早把他们烧成灰了。你们肯看清事实便好，毒疮已经破开，接下来便是清理。公神，你们真以为林昭是在维护地府公道？你们全被他骗了！我还知道一个秘密，一个足以毁掉3界的秘密。他的神心早就已经裂了。3界尊神神心破裂。你们以为他在昆仑虚闭关万年，是在清修淬炼神心，全是谎言。他的神性正在被某种更可怕的力量吞噬。他冷酷无情，动辄废神冲魂，分明是即将入魔的征兆。桑婉堂罪证确凿，但这件事关系3界根本，不能不查。为了3界众生，也为了你自己，你必须澄清神心之事。剖开神心，让你们亲眼看他是否纯净。他不敢，因为他根本经不起查验。退一步说，即便我的神心真有损伤，我也很好奇，昆仑虚的结界，连玄耀与晋川都无法窥探，你一个被逐出神殿500年的旧侍女，是如何知道的？我只是猜的。你行事如此狠辣，自然是神心出了问题。一个猜测，便敢当着3界众人指控创世尊神即将入魔。是谁告诉你的？没有人。说，谁告诉你我的神心会在地府动乱后彻底破碎？不是我，是他告诉我的。他是谁？他说只要轮回失序，林昭镇压裂隙的力量就会衰弱。他说我只要控制地府，便能永远保住孟婆之位。名字？无忌，是虚渊之主无忌。虚渊之主究竟是什么？我在昆仑虚万年，从来不是闭关清修。500年前，我察觉轮回愿力持续衰弱，才分出化身进入地府暗查。裂隙之后，便是虚渊。无忌是诞生于死寂中的古老存在，他想让万物停止生长，让3界归于永恒寂寞。你独自镇压了他1万年，他无法正面攻破的深入最薄弱的结界。虚板之力不能凭空制造恶，却能放大贪婪、傲慢与怨恨。早已神心蒙尘的地府，变成了最好的突破口。他说只要我替他做事，便能让我成为真正的地府之主。你不是被他控制，你只是听见了外自己最想听的话。所以你隐藏冲突扩大。若我以尊神身份直接降临，无需只会继续潜伏。我化身孟婆，就是要把腐肉挖出来，也要把藏在腐肉后的东西
一并调出来。管他是什么东西，敢在本尊面前撒野，找死！他们带有吞噬法则，普通神力只会被他们吸收。众神听令，结阵束住轮回生门。银川，你我一左一右，先挡住裂隙扩张。云昭，这些东西杀不尽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省些力气，这些只是探路的炮灰。林昭，你终于肯从昆仑虚的龟壳里出来了。滚开！去让本王过去！大人，救我！能替本王挡死，是你的福气。你们这些无主野鬼，快去堵住缺口！本官若活着，自然会给你们记功。大难临头，拿弱者挡刀，这便是你们口中的忠臣。遇难弃族保帅，我竟险些替这种人求情。别乱！所有人按渡魂阵站位。鬼差在前，善魂居中，凝聚愿力，身后就是轮回通道，绝不能退！别管我，刺他的眼睛！好，你新选的这批鬼差，法力不强，骨头倒够硬。神位不会让人高贵，选择才会。救命！诸位同僚，快救我！真想让他把你吞了。魔物若吞噬神贤残存本源，变系只会扩大。不能让他们得到神系。多谢尊神救命，小神便知道，3位尊神大慈大悲，绝不会放弃我等旧臣。闭嘴！救你只是不想让你的脏血把练习喂得更大。再嚎一句，我先把你烧成灰。你组织会有今日，知道虚渊会动，却没想到无忌这么沉不住气。低等魔物已经挡住，但练习不必，终究是3界心腹大患。轮回有序，异物归虚。落。以一己之力统应整座地府法则，你我联手，恐怕也做不到如此精细。幸亏刚才没有真与他动手，那群蠢货还想拉我们一起镇压他，简直找死！打吧，打得越乱越好，只要藏进人间，我仍有机会东山再起。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给本座让开！我可是孟婆，是地府正神。你低头看看自己，你身上还有半分神力吗？尊神已经封了你的修为。你们敢碰我，十殿阎罗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十殿阎罗正跪在里面等审，他们连自己都保不住。滚开！谁敢动我，我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们不会像你一样，不审罪便私自用刑。你该受什么罚，由3界公审决定。看见了吗，灵昭？这便是你亲手创造的众生。桑婉堂曾是你最信任的侍女，你提拔她，她回报你的却是背叛。他们是你亲手抄封的神，万年安逸，便让他们腐烂成蛀虫。至于你怜悯的众生，强者欺凌弱者，他们轻轻恶念便长成参天巨树。你耗费万年镇压我，守护3界，得到的只有背叛、腐朽与愚昧。这些生灵根本不值得你守护。放弃吧，你的秩序从根源上就是失败品。失败，你对生命有根本性的误解。有光明，便会有阴影；有纯洁，便会有污秽。一个所有生灵都循规蹈矩，永远不会犯错的完美世界，
不是活着的世界，是一座精致的坟墓。生命的伟大，从来不在于永不过犯错，而在于身处黑暗时，仍有人愿意改正，仍有人明知会受伤，也要护住身后的人。只要还有一个灵魂渴望轮回，我的秩序便没有失败。巧言双色，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本座便连同你的世界一并碾碎。人族之所以为人，不在于永不犯错，而在于知错以后仍能重新选择。书邪，灵昭，怎敢融合三界本源？三界法则一旦失衡，你们也会受到反噬。所以这一击只斩你的投影，不动三界根基。守住轮回，守住轮回！你们守得住一次，守不住永远。那便来一次，斩你一次。两位尊神会保住我们吧？会的，我们毕竟效力万年，法不责众。灵昭，我为之前的偏信与狼莽，正式向你道歉。若非你引蛇出洞，我等今日不只是错判你，还可能成为毁灭三界的帮凶。这群软骨头，大难临头只会拿弱者挡刀，竟还有脸以旧臣自居。你这场刮骨疗毒做得对，往后他们如何处置，我与玄耀绝无二话。久道以为依靠旧交与表面的秩序便能维持三界，今日若非亲眼见到普通鬼轮舍命护道，我不会明白，神位与神性从来不是一回事。知错能改，便还不算晚。尊神不管我们了，现在来处理最后的家事。尊神饶命，都是桑婉堂蛊惑我等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看在万年情分上，给我们一次改过机会。我们愿意将功折罪，愿做牛做马，只求保住神阁。都是我对桑婉堂旧情难忘，才助纣为虐。我瞎了眼，尊神杀了我都可以，只求不要让我魂飞魄散。你们方才说愿意做牛做马，废除尔等神格，多夺神位，万年修为与不朽神躯，今日起尽数收回。不，我的神格！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们的魂魄将投入畜生道，你们将在泥泞中争抢食物，在鞭打与驱赶中求生，在弱小无助时体会无人听见哭声的绝望。这不是为了取乐的折磨，是赎罪，也是你们迟来的修行。生命从无贵贱，真正有高下的是功德、慈悲与选择。你们高坐神坛太久，久到已经失去理解众生的资格。待你们亲历百世卑微，真正明白众生皆苦，罪孽才有被洗去的可能。尊神，我愿去人间做猪做狗，只求保留记忆，让我有机会赎罪。你手握判官笔时，曾让无数亡魂永生不得开口，却从未给过他们选择惩罚的权利。你的旧情不是罪，为旧情篡改法度，让无辜者替你承担代价，才是罪。百世轮回中，你会记得每一道被你驳回的声音，直到你真正学会，法度不是用来取悦上位者。杀了我！求你赐我一丝桑婉的悲伤，让我死吧！死亡是解脱，你的罪，岂是区区一死便能偿还？不杀我，也不让我下地狱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你最看重身份，认定自己生来高贵，认定野鬼岭的孤魂。你不止最大的罪，而是根植于骨髓的傲慢。我会保留你的神智与全部记忆，废掉所有法力，将你永久放逐于此。你会像最普通、最虚弱的幽魂一样，感受饥饿、寒冷与无助。你曾经轻视的每一个亡魂，都不再需要向你低头，而你永远无法离开野鬼岭。属下参见尊神。危难之际，你们临危不退，护佑鬼众，当赏。谢尊神恩典。今日起，
旧地府已死。过去轮回被血脉、身份、香火与人情垄断，有功者不得善终，无辜者枉受酷刑。这一切到此为止。第一，废说以出身、血脉与香火决定轮回先后的规则，王侯将相与贩夫枭族在因果面前一律平等。第二，地府所有公职，从引路鬼差到主审判官，不再世袭，不再私相授受。尊神万岁，地府兴盛。今日之事，让我明白一件事：我们身居高位太久，关心法则是否稳定，却忘了法则存在的根本是守护众生。我以前以为治理一界，靠的是绝对力量与雷霆手段，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力量是让最弱小的人也看见希望。权力若没有制衡，便会滋生傲慢。我只是把倾斜的天平重新扶正。地府如此，人界那些世代沿袭的仙官，又何尝没有同样的问题？妖界宗门盘根错节，也该彻查。三界看似分离，实则一体。一处生疮，其他两处迟早都会痛。与其等祸乱滔天，不如现在动手，后会有期。尊神也要返回昆仑虚吗？不，我不走了。从今日起，我的神座永驻奈何桥。我会看每一个善魂进入轮回，也会监督每一份恶鬼判决。昆仑虚才是三界修行圣地，尊神为何愿意留在这里？真正的修行，不止在云海孤峰，也在每一碗孟婆汤里，在每一个魂灵善恶交错的因果里。陆怀安，凡间行医50年，救死扶伤，功大于过。入人道，来世安康。生前苛待佃户，其子却为国捐躯。我儿有大功，足以替我抵罪。你儿的功德属于他，不能拿来洗去你的恶。你入贫寒之家，以一生勤勉偿还旧债。别怕，喝下去，便会忘记这一世的苦。下一世，好好长大。尊神，地府千年来再无一例因身份贵贱而被压下申诉的冤案。不是因为地府从此不会犯错，而是因为每一处错误都有人能够追问。还好那一日，我经过野鬼岭，还好我选择留下，为他们熬了那一锅孟婆汤。过桥吧，下一世，愿你不负此生。贺青山，凡间渡川40年，洪灾之中救下17名儿童，因救人力竭而亡，功德充足，下一世入人道，谢尊神，得一道慧根。我已经没有遗憾，却有勤学之机。过桥吧。尊神，我还记得，我记得洪水，也记得那17个孩子。命格印不见了，初审、复格、因果起验全部通过，地府卷宗没有错误。有人在他离开地府以前，抽走了他的下一世。封闭轮回生门，所有人随我去轮回寺。从判卷生成到进入奈何桥，没有任何人修改过它的结果。查离桥以后的交接印。若他们已经接收，我的命格为何还是空的？尊神，奈何桥又出现一例，这孩子喝下孟婆汤以后，记忆同样没有消失。阿宁，7岁早夭，生前无大过，按心智补偿下一世健康体魄，父母双全。我不想要富贵，我只想下一次不要再躺在病床上。第3例，第4例，短短1个时辰，已有27份命格在交接后消失。这不是失误，是一条已经运行很久的盗命之路。关闭所有跨界交接，玄瑶与燕川若问，让他们直接到人界司命台见我。地府判卷离开奈何桥时，命格完整，进入人界接应层以后，功德、天赋与福运才被抽走。司命台负责安排出生时辰、家庭与先天禀赋，他们本应只执行地府判决，无权更改。所有失踪命格，最终都流向人间权贵聚居之地。灵昭尊神，司命台依照天命法则调配众生命数，不属于地府管辖。未经司命台许可，任何地府神职不得进入。他把3界交界封死了。越急着关门，越说明门后有东西不能见光。
司命台奉天命运行，地府尊神不得擅闯。地府27份命额在此失踪，立即开门接受核验。司命台只负责接收，命核异常与我等无关。谢无恒，你既敢借天命法则之名盗取轮回，便该敢出来见我。先动刀，他便能把盗命案说成3界争权。司命台直属人界，是否有权审查？由我回答。参见玄耀尊神。半个时辰前，司命台切断了与人界神庭的一切联系，谢无恒连我的神令也拒绝接受。那便不是地府与人界的争端，是司命台背叛3界。2位尊神既然执意查查，便请进来。司命台调配命格已有8700年，何来今日才有的盗命？司命台的职责是执行地府判决，不是重写。这是3位尊神共同留下的天规，我只是执行。那是8000年前人界大劫期间的临时敕令，大劫结束便应失效。敕令没有写失效日期。若将卓越命格投入贫寒之家，多少天赋会因贫穷而埋没？我将他们交给有资源培养的人，人界因此少死了多少人，又延续了多少太平？贺青山救下17名儿童，他的功德为何成了魏家的家财？魏家出钱修建医馆，购买药材。他的儿子拥有医道天赋，购买能救的人只会更多。你在卖众生的下一世。我在让有限的天命流向最能发挥价值的人。想知道全部答案，便跟我来。每一道命格都连着原本亡魂于心的接收者。我留下的临时敕令被你变成了世代买卖命格的根基。人界需要秩序，普通人拥有绝世天赋，未必能活到施展那一天。权贵拥有天赋，至少能真正改变天下。你口中的秩序，是让弱者连自己挣来的未来都要替强者让路，牺牲少数，换取多数人的繁荣，有何不可？轮回交接一旦停止，3日之内，人界将有10万婴孩无法获得完整命格。恢复交接，我保证他们平安出生。继续调查，便由你亲手承担10万条性命。先稳定天命井，不恢复你的调配权。那便看看，没有司命台，你们如何让10万命格同时落地？留守井口，稳定所有命格流转。谢无恒在毁正。叛徒，交出命簿！尊神，这是没有经过调配覆盖的原始命簿，8700年的交易全部在里面。追杀证人，看来我来的不算晚。他从第1天起便准备把临时权利永远留下。真正决定高等命格归属的，不是司命台议会，是一场只对权贵开放的命格拍卖。拍卖在何处？人间皇城地下的天坑命格，和青山的医道慧根，就是第1件拍品。锦川，押送这些人前往玄耀神庭。拍卖开始以后，所有命格都会暂时脱离天命井，那是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。直接封锁天命格，不能让一个买家离开。先让交易完成到确认环节，只看见他们出价，还不足以证明司命台真的交付命格。属下曾替他们整理过3次拍卖名次，我没有收钱，却也没有立刻揭发，我怕失去神职。你是否有罪？之后依法核验。现在先把你知道的全部说清。沈大人，今日怎么带了2张生面孔？司命星君新选的命格估价师。第1件，17命善功凝成的医道慧根，起价3000万功德香火。3500万，4000万，6000万。宁国公出价6000万功德香火，还有更高吗？魏国公府已经富贵100年，为何还要争医道命格？我儿景明刚刚出生，太医说他先天经脉不足，若植入医道慧根，既能补全根骨，将来也能悬壶济世。6000万第1次。贺伯伯，他们为什么能买你的下一世？6000万第3次，成交。第2件，无病长寿命。这一件，谁敢出价？灵昭尊神，7岁早夭，下一世健康长大，父母双全。这是地府对他一生苦难的因果补偿。
不是你们桌上的商品。尊神，我付出的功德香火并非缺夺，6000万香火能修桥建医馆救济灾民，贺青山一人的命格可以换来1000万人的福祉。那些香火来自谁？你拿百姓的香火购买别人的善果，最后再把这场交易说成自己的仁慈。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。他当然无辜，所以我不会拿走属于他本来的命格，但不属于他的必须归还。交易完成，强行剥离，魏景明与贺青山都会神魂受损。他把买卖双方的命格缠在了一起，这是同命锁。灵昭，你可以揭露交易，却不能在不伤害无辜婴娃的情况撤销。封存所有拍品，买家留在原位，谁敢离场，疼痛毁灭证据。这些名字不能再消失。同命锁原本用于保护双生魂，防止其中一魂被外力撕裂。谢无恒把它改成交易保险，前2项可以取得，主印只在谢无恒手中。收手，再进去你会魂散。我当年不敢说，才让更多人的命被卖掉。这一次，我不能再退。名字已保住，待沈怀墨离开后台，送回神庭就职。你来晚了，司命主印早已不在我一人手中。你把所有交易者都变成了主印的一部分，这叫共同承担。每个得到命格的家族都用香火与资源维持司命台，只要他们不同意撤销，你便不能强行收回。真正的共同承担以知情和自愿为前提，被你偷走命格的人从未答应。现在10万英字与8700年交易命格相连，你若斩断主印，他们会一起失去先天命数。万命铜锁并非无解，所有交易都需要3种力量维持：被盗命格、买家功德器、司命主印。你想要前2者主动撤回，主印便会失去依附。你想让亡魂拿回命格，却承担婴孩可能受损的风险，人性不会如你所愿。你以为所有人都只会做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？正因为如此，你永远看不懂众生。2个时辰以后，同命锁永久融合，你可以慢慢相信他们。解除同命锁，需要命格原主与接收者监护人共同撤回契约。谁先来？如果撤回1道慧根，我的孩子会不会死？属于他的原命格会保留，但强行植入的1道慧根已与他纠缠，撤回时可能短暂受损。可能？你让我拿儿子的命去赌？我来承担。解除时若需要顺利稳定，先用我的。孩子不知道这场交易，不能让他替大人受罪。但1道慧根必须归还，不是因为我将来一定能成为名医，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我的。撤回。不属于自己的功德，无权拿来购买别人的命。所有被代为献出的香火，原主现在可以撤回。这些香火供奉我们数百年，怎么能说撤就撤啊？供奉出于敬重，不是永久卖身。名单毁了，谁也不能证明我们买过。1000年前，旧神也以为压下卷宗，罪便不存在。你们走的是同一条路，这是天晓。我不知道这是盗取命格，我们只是接受安排，家族来果断。这孩子出生便被断言活不过10岁，我卖健康命格，他也是孩子，你们救阿宁，便要让另一个孩子去死吗？他的短寿不是天生，是谢无恒为了让你购买命格，先抽走了他本来的寿元。拍卖利润不足时，司命台会先制造灾命、病命和绝嗣命，再向对应家族出售解决办法。景明的先天经脉不足，也是他做的。
护送所有买家命符与沈怀魔离开审查区。买家可以撤回，亡魂也可以反悔，但只要10万新生仍需要命格，司命台便永远不可替代。不能斩！锁链另一端连着带生魂。看见了吗？你所谓不能伤害无辜，就是我最牢固的护身符。那便把你从主印里打出来！停手！没有人能同时稳定10万命格，即便你们3位尊神联手，也只能救下一部分。尊神，若需要稳定命格，我的功德可以用。我的也可以。我愿意。自愿借出的功德，才是真正的众生愿力。愿力有边界，谢无恒无法再把他们写进交易契约。他们为什么愿意？自己的功德明明可以换一个更好的下一世。因为帮别人活下来，不等于把自己的命卖给他。我愿意帮他们，但我的下一世还是我的。你从来分不清给予与掠夺，一个是自己选择，一个是替别人决定。人界法则不再承认你的司命神权。地府判决，人界执行，从来不需要一个把众生命运据为己的主人。人界提交全部交易记录与相关罪证，属下明知交易不对，却因害怕失去神旨，多年没有揭发，我愿接受核验与惩罚。你保存原始命簿，阻止毁证，功不能抵过，过也不能抹去功。你的失职与立功分别审理。我确实参与购买，即便最初是为了救儿子，我也在知道命格属于别人以后，选择继续成交。我认罪。他们今日认错，只是因为我输了。若交易真的一无是处，人界未花700年都在享受它的成果，成果不能洗去代价，更不能证明受害者应该被牺牲。没有我的调配，多少贤能会埋没？那便改善教育、医药与出身壁垒，让贫寒者也有成长机会，而不是先偷走他们的天赋，再以他们可能失衡失败而收缩。但仅一瞬强行压下为理由，证明掠夺正确。你将精力摆上人间，每一世都出生在被你改动过命格的家庭，你会保留完整记忆，却没有神力一个被你改变的人生。一世未完成，便不得进入下一世。没有天赋，没有资源，普通人如何改变命运？这正是你逼无数人面对的人生。明知命格来源后仍参与销毁者，退还所得命格与不当福运，以本人功德承担补偿；不知情且主动摄毁者，完成因果修复后不再追加惩罚。人界会建立平民学宫于医馆，既然担心天赋埋没，便解决埋没天赋的环境，不再偷走天赋本身。妖界也会核查血脉继承，谁在拿祖宗功德替后代买路？先问过心腹。贺青山医道慧根完整归还，下一世家境清寒，但可入学可行医，未来成败由你自己选择。这样便够了。阿宁，下一世健康体克，父母双全，不负富贵，不负权势，只还你本该拥有的长大机会。兔兔可以带走吗？会变成你出生时握在手心的一点安心。尊神，我能先看看自己的命格吗？当然，看清楚，有异议便现在提出。秩序真正的公正，不是永远不会出现恶人，而是任何权力伸向众生命运时，都必须留下痕迹，必须接受追问，也必须允许被决定的人亲口说出愿不愿意。过且吧。愿众生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机会。司命救神波动，司命救神波动。我没有动过任何神力，你最好真没有。不是他。那刚才的波动哪来的？救司命台的东西，我出生时他就在，我一直以为只是块普通玉。带回去查，你留在人间，别碰它。
预料普通，里面嵌着一小片旧司命基石，难怪会有司命波动。但奇怪的是，这块碎片早该失效，它没有主印，也没有神魂，应该是旧司命主印崩碎时，被谢无恒的创造者魂印带进了第一世轮回，落到人间以后，外层才慢慢裹成了这块普通玉。会不会是谢无恒的魂印让他醒了？有可能。创造者魂印重新进入人间以后，旧基石碎片产生短暂共鸣，并不违背司命法则。先封存，再有波动，监视印会留下完整轨迹。谢恒那边呢？没有问题，他连最普通的法术都用不了。那就是旧东西抽风。先别这么早下结论。尊神，这几日有7名亡魂出现同一种情况。什么情况？走到桥中间的时候，魂体停一息，不是失忆，不是命格异常，就像整个人突然被按住。之后呢？之后一切正常。死因、命格、地域都不同，只都停了一息。尊神，玉佩刚刚又出现波动，什么时候？还是谢恒？全部发生在玉佩波动附近的时刻。这也太巧了。谢恒没有神力，但他的魂印或许正在无意间唤醒旧司命残气。先把所有旧司命器物查一遍，不要动谢恒，他现在只是凡人。我去司命台。12件气运的波动频率都和谢恒那块玉佩相近，也就是说，不只是那块玉，像是创造者魂印重新进入人间以后，旧司命气命在彼此呼应。夏无恒没神力，留下的破东西倒挺能折腾。要不要把这些旧器全部毁掉？先别，他们现在都是证据。我会逐渐封存。继续盯着，如果只是旧器共鸣，把残器收齐便会结束。又出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来得太勤，不会只是想看我要晒的怎么样？你身上的魂印没有异常，问题仍然出在旧司命器物。我以前留下的东西很多，如果全部清掉，要多久？不重要，只要问题真在那些东西上。你不信？我信证据。同一瞬间，玉佩再次出现法力波动，可谢恒就在灵昭面前，毫无动作。现在能证明不是我了，只能证明不是你主动做的。够了，我要去给村西送药，你要查就继续查。不对，旧器不是源头，是回声。有人先动3界，然后再让旧司命器具响，故意让我们以为是谢无恒留下的麻烦。他没出来，至少没从这里出来。他知道动作大了，我们一定会发现。所以他不撞门，他在缝门缝。缝了多久？玉佩第一次亮起之前就开始了。那他的目标是什么？他要的不是谁的命，他要3界同时停一息。一旦生、长、轮回同时停一息，3界边界就会出现绝对空白。回3界本源台。目前发现732次一息停顿，没有一例持续超过1息，也没有一例造成直接死亡。他还挺克制。他倒真是谨慎。不是克制，是不敢。任何一次持续太久，都会触发3界本源反阵，我们马上就能顺着位置找到他。所以他一次一点一点攒。他在存时间。准确说，在存3界失去生机的瞬间。还差多少？按照现在速度，至少还差3成。那就直接把这些黑线全拔了。可以。这么干脆？他现在还没完成，发现了就拆，没必要等他凑齐。 3界同时动手，我清人界，妖界归我。地府我来。那玉佩呢？留着。既然他喜欢拿它遮声音，那就让他继续响。祭司显形，断。人界清完。 散，只烧该烧的。
妖界搞定。锁。地府清完。剩最后几十根，位置太散，但不影响大局。不，他急了。未必。这块玉不是他的遮掩，还是他的接收点。现在终于能顺着他往回找了。那还等什么？等他再碰一次。有东西正在反向连接他。不是神神，像一条路。别碰。他还真怕死。活得越久，越知道什么时候不能乱动。灵昭，还是让你发现了。你躲了1000多年，就学会打佛玉装神弄鬼。你们可以剪断那些线，可三界总会再出现新的缝。那是以后，先算今天。晚了。收好三界。三位尊神要去哪里？去把最早那笔账结了。果然难受。这里没有人界法则，本源连接被压制了。虚渊没有轮回。界锚落定。火种留好了。坐标留下。你们竟真敢进来！不然呢？继续站门口等你一点点挖洞。主场是你的，但位置已经暴露。带路吧。比那些投影耐打。你们当年斩的，不过是我伸进三界的一只手。如今自己走进来，还想用三界里的办法杀我？继续说。他让你继续说，听不懂。来了。假的。又是投影？不是，是壳。有什么区别？壳能打碎。那就够了。就这。你在做什么？做个记号。死了？没有。你们连我在哪里都不知道。这是什么？没有任何空间变化。它的核心，无忌没有真正肉身，它是这片死寂中生出的意识，只要意识还能散回虚渊，打碎多少外壳都没用。现在明白了吗？你们可以毁掉一个形体，却杀不了存在于云中的东西。你真不在因果里，就不会认识我。你蛊惑桑婉堂碰过地府裂隙，被我们斩过投影，这次又拿谢恒的玉佩做回声，每一次你都碰了三界。只要碰过就有痕迹。说到痛处了。把他这些年碰过三界的痕迹
全部找出来。这些祭司暴动争抢时间。他还想在3界开那一席空白，3位尊神都不在，所以才更不能乱。还剩最后3根，位置：1根人界，1根妖界，1根就在奈何桥。你们离开3界，竟还敢把权柄交给下面的人？不然呢？什么事儿都得我们3个亲手干。你以为这样便能困住我？先让你有个位置，不然确实不好打。有位置就行。继续。快一点！你们守得住一次，守不住永远。所以，这次不守了。坐标固定，那我动手了。打！虚渊没有轮回，无忌也不需要进入6道。这印只做一件事，斩断他作为意识继续维持自己的那条线。领招，虚渊人！我知道，我要杀的本来也不是虚渊，而是你。这回真没事了，没有意识波动。走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那块玉呢？还能留吗？可以。这一世戴了18年。扔了可惜。我这边没别的事了吧？没有。那我继续过我的。百事还算数？算。我就知道。哥，药材到了，快来搬。来了。我说，打完这么大一场，你就真回来熬汤？不然呢？至少休息2天。他要肯休息，10000年前就休息了。尊神，我是不是该喝了？下一世真的不会有人乱改我的命吧？3方印都在，你自己也确认过。那行，就这么完了？不然还想怎样？行，我走了，一起。下一位。